国人对中国有一个特殊的现象是不了解，那就是中国的老头怕老伴儿，越老胆越小；中国的老太太谁都不怕，越老越奔放。这个事儿给我的加拿大公公婆婆造成了很大的误会。我跟你们说，我婆婆温迪在加拿大一直属于美女，年轻时候追求者相当多。我公公布莱恩呢，长得反正咱说人品挺好，所以这么多年大家一致认为颜值上温迪属于下降。没想到来到中国反转了，旅游第二天布兰就跟我说，中国老太太可比加拿大老太太奔放多了。第一天在海南，有个大姨看着布兰过来了，中国大姨是世界上最社牛的人，跟布兰一顿各种造型合影，然后开始唠嗑。布兰啥也没听懂，最后大姨拉过布兰的手，在他胳膊上轻轻写下了1961，意思是说他是1961年出生的。布兰以为大姨给他留手机号呢，大姨给老外整脸红了，布兰都有点害怕自己守不住底线了。本来布兰以为这只是一个偶然，但是接下来不管去哪儿都是各种热情的中国老太太，教他汉语的，教他唱歌的，教他跳舞的，管他要微信给他孙子补英语的。布兰在这群老妹儿的簇拥下彻底迷失了自我，就开始跟温迪嘚瑟，说温迪到目前没有一个老头搭理他。这说明什么？说明中国人的审美和加拿大人是反的，温迪在这儿是磕碜人，神经病。那温迪对自己颜值这一块那能服吗？第二天也去勾引老头，但是温迪发现自己的魅力在中国老头这儿完全失灵。温迪懵了，头发都撩出静电了，老头们守身如玉啊！直到那天去海边，他的真命老头出现了，海风吹起温迪的长发，一个摄影老大爷追着他咔咔拍。温迪以为老大爷是个艺术家，在他这找到灵感了呢，感动的想管人家要微信，结果人老头说10块钱一张，100全拿走。问的，啊，烦你，问的。小曼，他俩今天各玩各的，哎，脸晒通红倒是挺般配。还好啊，我给孩子们用了1夜儿童防晒，没红也没黑。崔玉涛亲研功效型防晒，温和不伤肤，民保都能用。他家专利因子能保护屏障防晒伤，轻薄不闷脸，防水防汗的全波段防晒，海边暴晒也不怕。中国老头给温迪的冷落，让布兰心里完全认定了中国和加拿大的审美必然是反的，要不然怎么解释呢？儿媳妇长得像个豆杵子似的，在这当网红900多万粉丝。我觉得老头老太太的事儿吧，最懂的还得是张大铁。我就去采访张大铁去了，我跟张大铁说，你跟你爷解释一下是咋回事。然后坐在那说，那你奶奶说话，没有老头敢跟他说话。中国老头都怕老伴儿，他不敢搭理我奶。我就给我说我姥爷看我奶奶，我姥姥就咔咔掐着我姥爷大腿底子，就这老疼啊！这那中国老太太呢？中国老太太咋不怕呢？我老谁也不怕，生气就掐你大腿底子，就咔咔咔咔咔。谁敢惹他呀？不要腿了，不要腿了！哎，咱们都知道外国人特别喜欢成龙大哥，但是究竟喜欢到啥程度呢？今天我给你们讲讲我老公见着演大哥出来以后哇哇哭，以及之后这些年他是怎么利用这张照片在英国东海岸说话越来越好使的故事。你们不要嫌弃这个镜头切换到了我的脸，这故事吧就得我来讲，因为他说明白。俺俩办完婚礼不是度了个小蜜月嘛，完度完蜜月回来的时候就飞到北京，就跟我就是以前在UCL读书时候的小姐妹就见了一面。然后这里头呢有一个我的同学就在北京的电影行业工作，叫默默。然后我这默默姐来了以后呢，就给俺俩准备了一个红包，说的你婚礼没去成，红包现在补上吧。完我老公呢就开了一个玩笑，就跟默默姐说的，不给红包也可以带我看一眼 Jack Chan。结果一个天真的玩笑崩偏了命运的轨道，两个新婚的散炮领略了真龙的风貌。我说默默姐说，那也可以，你等我看一下他在不在北京啊？在不在北京啊？几分钟以后，人说的，走吧，上车，正好大哥现在在招待朋友，我领你俩去见见他，新婚礼物嘛，你俩也不等结婚。完在车里头呢，我老公就坐在这个默默旁边这个副驾驶的位置上，然后默默就问我，彩玲你老公没事吧？他怎么一直嘚瑟呢？我一看这家嘚瑟的，就给人家车前边的抽屉都给顶开了。但是我张彩玲当时的表现那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我呢当时相当淡定了。因为啥呢？我心眼多呀，我压根就没信。我寻思吧，他可能给俺拉到哪个地方，完隔着好几十米啊，就搁这块的啊，Jackie 我爱你，完事儿就让你闻闻，就是飘着巨腥味道的空气就完事儿了呗，还能让你摸呀？完我老公又来节目了，坐车要跳车，说自己着装太过休闲，要下车整套西服，要不然不好意思见 Jackie。我说你可消停搁这坐着吧，你跟大哥之间差的是一拳一脚一江湖，不差那套新西服，是一颦一笑一门派。不差那条新领带。然后默默姐就跟我说，你安抚一下你老公，大哥非常和蔼非常可爱，你告诉他不用这么紧张。
完事夜色中呢，汽车就驶入了一个酒店的停车场，完俺们就跟着这默默姐就是像做梦似的往里头走。就那一刻我也没相信我能近距离接触成龙大哥。完到了这楼层以后呢，俺们这几个女生就说想用一下洗手间。完我老公说啊，我也需要用洗手间，我要整理一下自己。咱也不知道他27根头发要咋整理。但这个楼层的女洗手间和男洗手间呢就各自南北不挨着。完他就朝走廊另一头就去了。完俺们几个用完洗手间出来呢，就你得理解我，就是我当时不是新婚吗？我就把我有老公的事给忘了，我就跟着默默姐，我乐颠的我就进到一个就是私人会所的一个屋里头去了。大门一开哈，我当时突然间觉得空气中有一种就是尖峰时刻的气息。虽然这屋里头就是人老多了，但是我一眼我就叨着大哥的身影了，穿身白。完事大哥就过来了，就特别热情的跟俺打招呼，完给俺领到里边找地方坐下，完坐下完还跟俺唠嗑。我这边搁这正激动呢，完默默问我你老公呢？我说也完了，我给我老公落厕所了。完这时候大哥也问我发生了什么，我说我还带个老公来的，让我落洗手间了，没有事儿，让他搁那待着吧。完大哥说的别不能那样，咱们就给他叫进来。然后大哥又领着我又回到门口了。我老公当时呢就在门口站着呢，他已经找着这屋了，他就没敢敲门，就怕万一这成家班门飞脚断魂呢。完在门口站溜人，保安以为他是撬活的呢。然后这门一开，大哥从里边满面春风的走来，我老公是一点准备都没有。哎呦，当时那个情景哈，就是这边他来了，他带着笑容走来了，那边他废了，他一脸抽筋下跪了。这套钢铁直男的装备，秒变娇嫩欲滴的迷妹，什么自尊骄傲的词缀，都在虎胆龙尾下报废。完这家大哥亲自给他领进来的，还给俺俩签的他新书，还跟我老公稍微唠了一会儿，就是他在美国拍戏时候的趣闻。完临走的时候呢，我老公就看着大哥身后有个成家班的动作指导，手里拿着根雪茄。完我这大胖媳妇就老不给我长脸了，眼睛直勾瞅人家雪茄。完大哥就问他你在看什么？完我老公就损出我看他手里有根雪茄，上边好像还写的龙。完大哥转头就说来你过来把雪茄给他。完这动作指导哥哥就过来了，就把这雪茄给我老公了。哎呀妈，给他乐的。完大哥说的你喜欢我给你装一盒。后来俺俩走的时候哈，就我老公左边是书右边是雪茄，在走廊里头眼泪噼里啪啦掉。我跟他认识这么多年，就从他求婚到结婚到后来孩子出生，我就没见过他掉一滴金豆。那家那天我说哎呀你居然落泪了。我老公当时一抹眼泪，我刚才拿人家动作指导雪茄了，人家能吸引我不？要不然咱俩走楼梯从后门出去吧。后来俺俩回英国以后哈，就去过一个俺们朋友的爸妈家，完大厅里头就挂着一个就是我朋友他爸和英国一个市长的一个合照。我们一进屋，老头就给我们看嘛，就彰显老爷子在本土的这个地位吧。然后我老公这个倩呢，看完人合照之后整一个真不错，我家也有一个合照，是我和 Jackie。 老头 Jackie 谁呀？我老公 Jackie Chan。 当时老头原地就啐了，跟我老公说那咱俩换呗。从那以后哈，俺家来的所有客人无论哪个大洲说哪种语言，进屋第一个反应都是哇 Jackie。 完就都一顿跟墙贴脸。完走的时候一般都问我老公啥时候我去中国给我也安排一下子。